今集我哋會行入有參天巨木嘅森林，探訪生態豐富嘅大自然 ，DIY 翻個生態球，將生氣勃勃嘅小森林帶翻屋企，最後仲會開箱入住森林小木屋。溪頭自然教育園區係熱門嘅行山路線，今日我哋先嚟學行。那在走的时候，我们不是直直的走，为什么呢？斜的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迈步伐那正常的行走就这样，一、一前，没有一前一后，就是北欧式的健走杖。那他们就是拿着像这样子的杖，那他们拿的时候不是这样子，滑雪怎么滑？呢種咧係北歐式嘅行山方法，原理咧係你雙手攞住行山杖，大幅度咁搖擺，右腳行前嘅時候咧，右手亦都會撐住個地下，直至咧帶動身體向前行，咁樣咧對關節所產生嘅撞擊力咧會少啲㗎。大家好，我是伊蝶，目前呢我在溪头这边担任生态环境的解说员。那今天带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大自然。伊蝶，我們這邊有個尋寶盒是做什麼的？它的話裡面有很多的教具卡，我們可以用它來認識森林。教具卡，比如說呢？比如說以溪頭常見的日本柳杉，它是我們溪頭最常見的樹木哦。我們這邊就有棵了，是不是？對。後面這個很大，下面有老人家在休息的地方，就是這個叫什麼？日本柳杉。日本柳杉，日本柳杉啊。這個教具卡的話，它會解說柳杉它的特色跟來自於哪裡。那我們可以透過它認識我們這邊的森林。那你也可以借由觸摸，或者是用眼睛看的方式了解它。最特別的是，我們有準備一個氣味卡，你就可以把這個氣味卡打開來，聞到樹木的味道哦。那另外一個，它還有一個樹高尺，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尺來測量說我們身邊的樹有多高。要把它放在我們眼睛的前面，那對準我們目標的樹木，那對齊樹底跟樹根的位置，量之後呢，我們走向這棵大樹，就可以測量出這棵樹的高度哦。透過教具嘅量度，一步步行去柳杉，就可以評估到佢嘅高度。我們現在到了這棵樹了，我的步伐測量出來是80步，那去乘上我的腳的步伐是25公分，所以我推測這棵樹有20公尺高。哦。溪頭自然教育園區咧生態非常之豐富，除咗有參天巨木，仲好輕易咧就會遇到小松鼠，仲可以學習好多森林嘅小知識啊！這個是什麼啊？這個是軟大山香杉的果實。它乾燥之後很像玫瑰花，對不對？很多那個一重重的。一重重的，這是它的鱗片，乾燥後它會打開來，慢慢的像花朵一樣，它就會開出漂亮的形狀。這個開了之後，它在這個鱗片裡面的種子，像這個就會掉出來。這個是種子。對，種子其實是躲在這個鱗片的裡面哦。所以它越開越大，就好像玫瑰花一樣，開完以後就有種子出來。是，沒錯。伊蝶同我哋講，要感受森林，首先呢就揾一棵最想擁抱嘅大樹，然後用手或者塊面輕輕咁接觸佢，或者擁抱佢，將個心靜落嚟，再去同樹木交流，聽下樹木同你講啲乜嘢，身心靈都會得以淨化㗎。你可以把你的臉或者是手臂，輕輕的觸碰它，把心靜下來。聽聽看樹木在跟你說什麼話。森林浴一詞最早咧係出現喺80年代嘅日本，顧名思義咧就係認為樹木所散發嘅芬多精咧有助舒緩心情，並且可以促進身體嘅活力啊。
有研究指出咧，森林有三寶：芬多精、負離子同埋高含氧量，加上眼前嘅森林美景，有如置身大自然嘅懷抱裡面，令人心曠神怡啊！台大實驗林管處咧做咗1年嘅長期研究，喺總膽固醇密度、低密度之蛋白膽固醇同埋空腹血糖值方面咧，溪頭居民都係比都會嘅民眾嚟得低㗎。所以佢哋有個結論呢，喺溪頭住3日，細胞可以活化1個月啊！大家真係要多啲嚟揾依碟行下森林啊！今次我哋去鹿谷一個新地方，喺溪頭旁邊嘅鳳凰心之鳴，位於鳳凰自然教育園區裏面，包括有綠建築嘅森林小木屋、自然步道、玻璃屋餐廳同埋 DIY 生態球活動等等。目標咧就係希望旅客可以融入大自然之中啊！首先，我哋嚟開箱6人房嘅大木屋啊！踏入呢間木屋，因為挑高嘅樓層，所以感覺相當之寬敞啊！入到嚟呢，你就會見到一張大嘅梳化床，仲有一張4人台，成個房間嘅感覺超級明亮，好光猛啊！房間面積427平方尺，房價係12,000蚊新台幣，大概等於港幣3000蚊。呢個價錢咧係包括咗6個人嘅早餐、晚餐、鳳凰自然教育園區入場門券同埋導覽服務。左手邊咧有個和室嘅空間，仲有張台仔喺度啊，喺度睇書啊，最適合不過啊！呢間6人房最大嘅特色咧就係佢有個小閣樓，應該咧就好受小朋友歡迎啦，可以行上行落，自成一角啊！另外咧，仲有好多天窗嘅設計，所以成間房嘅光線都十分之充足㗎。大廳一路行入去咧，有個玻璃屋小陽台空間，放置有台同埋燈。抬頭睇下咧，仲係玻璃透光嘅設計啊，都係自成一個睇書睇電話嘅好地方啊！有過濾水機，啲水可以直接飲用。衛浴設備咧有2個，一個喺客廳旁邊，一個咧係主人房裏面，都係乾濕分離嘅設計。除咗花灑淋浴之外咧，仲有檜木桶可以浸浴。喺主人土房裏面一樣有天窗，十分之寬敞。另外一邊咧有落地窗，可以直接睇到出邊森林嘅景色，有一種行入森林嘅感覺啊！鳳凰森林園區4季氣候宜人，為咗響應環保咧，房間淨係會提供電風扇而冇冷氣。並且咧唔會提供一次性嘅備用品，但係咧就會有沐浴露同埋洗頭水。每間小木屋咧都有個小平台嘅，坐喺呢度可以眺望山林平原嘅景色，最遠可以睇到集集車程一帶嘅。餐廳係玻璃屋嘅設計啊，好夢幻啊！早餐、晚餐咧都會喺裏面用嘅。早餐咧採自助餐形式，以蔬食為主，包括有烤杏鮑菇、烤甜椒、烤南瓜、bacon、吐司、帕瑪森麵包、地瓜粥等等。餐廳嘅落地窗真係好大㗎，
真係有種喺原野森林食早餐嘅感覺啊！一面食一面望住出邊嘅森林美景，真係好輕鬆好舒服啊！食完早餐，我哋參加咗呢度嘅森林導覽活動啊，十分之精彩啊！ 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as we shout from the top. 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睇完咁精彩嘅森林步道，我哋又返到玻璃屋啊！我哋會喺呢度做一個生態球啊！Stephen 同我哋講啊，喺寫字樓裏面抬頭就睇到咁靚嘅綠色植物呢，真係可以令到人放輕鬆㗎。呢個生態球一共分為4層。最底嘅部分呢，放咗小石頭同埋火山石，最主要目的呢，就係令到佢有個排水嘅效果。跟住落嚟嗰層叫泥炭土，呢一層呢，係成個生態瓶主要養分嘅來源，所以呢，要噴多些少水。跟住落嚟呢，放上準備好嘅植物，再適當地加上泥土做固定。喺呢個時候呢，你可以加入苔蘚同埋小火山石做裝飾。火山石呢，除咗可以排水之外呢，都會令到苔蘚呢可以捉得更加實㗎。最後冚返個蓋就完成㗎啦。完成咗個生態瓶裏面呢，就會形成咗一個生態嘅環境，水分呢唔容易流失，做到一個循環嘅效果。Stephen 提醒我哋啊，生態瓶帶返屋企之後，大約2-3個月呢，加返些少水就得㗎啦。千祈唔好直接照射陽光。如果喺 office 寫字樓度呢，嗰啲燈光就夠㗎啦。心之名咧都有提供一個植物燈嘅，你可以加錢換購嘅，咁樣咧就會令到植物生長得更加好噶啦。若果你返到屋企發現呢個植物裏面有小生物，好似啲蟲啊、蜘蛛啊、甲蟲咧，拎佢出嚟就得噶啦。如果過長咧，亦都可以作修剪嘅。今次嚟到鳳凰心之鳴，原本我以為咧係溪頭森林嘅同一個地方啊，原來咧係側邊嘅另外一個山頭。呢度嘅遊人咧比較少，多咗一份寧靜啊。但係自然教育園區嘅環境活動都相當之豐富，特別咧係風光如畫，有小森林，又可以眺望平原，仲有寬廣嘅小木屋，係有種出國外遊嘅感覺啊！嚟到鳳凰心之鳴，可以學習接觸大自然，聆聽同埋學習放輕鬆，真係一個身心靈嘅絕佳體驗啊！希望大家鍾意今集嘅介紹啦，最後記得按讚、分享同埋訂閱啦，下集再見，拜拜。